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的小酒馆，我是这里的老师，我是阿吴。今天让我们在这个小酒馆里上课吧。这一堂课让我们继续来说明有关佛经或各种修行经典需要有的正确观念。佛经可以很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阐明第一谛，也就是试着用文字来说明真理，例如《金刚经》和《心经》；另一种是介绍修行的方法，也就是各种法门。所有的法门都是方便法，只是有些比较有系统，有些是随机教法，比较简单笼统。佛经其实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说明书，教导你怎么去修行。这说明书告诉你在修行的路上需要准备那些设备，要有怎么样的步骤。只是多数的佛经都讲得很简单，各菩萨的法门也都几句话就说完了，菩萨们怎么都这么惜字如金呢？而且都是文言文，这就苦了现在的修行者了。所以需要会解经的人，或阿吴这样的人来替大家说明哦。佛经不应该只是拿来白白，只是拿来念念。它是前人经历过千辛万苦，披荆斩棘，经过重重的磨难，最后在灵性上有所成就后，苦口婆心写下的说明书。所以大家还是要珍惜这些经书啊，不要只是供在书柜上，或是拿来垫便当、煮泡面时盖在上面哦。多数佛经是来教导后人怎么踏上这条路，他们设下这些路标，好让你在爬这座山时不会迷路，这是非常慈悲的表现。当然，如果你太执着于佛家传统的体系，认为只有佛家这个体系才是对的，才有真理，那你又太狭隘了。佛家系统，我不是指现在的许多空壳的组织哦，当然有它非常独到之处，而且适用于每个朝代。阿吴主要也是从这个系统诞生的。但如果你认为这2000多年来没有一个觉醒者、开悟者或菩萨出现在这个星球，并留下著作与教导，那你就太狭隘、太无知了。东方西方，每个时代都有觉醒者、开悟者与菩萨出现，虽然数量不多，但各个宗教或新时代都有。虽然认识真理的程度不一，就像学会游泳了，有人只能在游泳池游泳，有人可以在溪潭，而有人可以在大海徜徉。但只要是会游泳的人，都可以教导众生，都会对你有帮助。所以看不懂佛经，没有人懂得人教，不得其门而入吗？没关系，其实你还有很多选择。啤酒、
威士忌还是高粱呢？台啤、青岛还是海尼根呢？阿吴知道很多人看不懂佛经，或是看了就想睡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佛经就是说明书。你修行还没到某阶段，是看不懂某个阶段说明书的，因为你根本没经历过，而且佛经的奥义也很多是不字面上经文的意思，很多老师只会按照经文去解释佛经。诸不知一文解经，乃是谤佛啊！只是照字面上来解释佛经，很容易造成误会，很容易解释偏差。文字虽然承载着可能通往真理的密码，但真理不在文字上，不能太执着于文字。但有人说不要执着文字相，所以不去看经典，那只是偷懒的借口罢了。修行者需要研究经典，但又不要太执着，保持开放与包容的心，其中的拿捏自己要注意。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真正悟道的老师，跟在他身边。但问题又来了，你要怎么确认这个老师是觉醒者甚至悟道者而不是骗子呢？哎，真修行就是这样麻烦，处处是问题，错一步步步错，真的要保持谨慎啊，不然骗子那么多，傻子那么多，骗你钱不要紧，精神心灵被骗了，要转回来就不容易了。虽然你看不出来谁是觉醒者，谁是悟道者，因为山下的人们难以看清山上的景色，而山上的人往山下看却比较清楚辽阔。这在修行上也适用。能量低的看不出能量高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哪些是骗子和傻子，这样你在修行路上就比较不会踩雷哦。一，要你付出大量金钱的，但付出一点小钱是可以接受的，但几十万几百万就太夸张了。二，假借双修名义要和你发生肢体接触的，双修的奥义这世界上没几个人懂，阿吴以后有机会再说给大家听。三，施加压力要你参加某些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是业力缠身，恶鬼附体，撒旦诱惑等。四，只讲求心外求法，不寻求内在修行的。大家只要避开了以上这4点特征的组织与老师，其他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让我们说回佛经的观念吧。修行到了某一阶段，你才看得懂某一阶段的佛经。如果你看不懂，代表你还没到那个阶段，代表你程度还不够，这是你需要明白的观念。这也是很好的指标，可以让你明白现在自己的位置，请对自己诚实一点。还有，如果是讲法门类型的佛经，很多是因地制宜的方法，就像上节课举的游泳的例子，所以不要学了一个法门就被困住了，就执着在这个法门，就批评别的法门，一辈子在里面转不出来了，这是人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法门，也就是方法，可以多去尝试，每个法门可以练个1年半载，如果发现与自己不契合，一直无法进入状况，就可以再换一个试试，但可别1日报之，10日寒之哦。前提是你要好好的找出一个法门的精髓与关键点才行，要好好的看说明书，要去研究这个方法的步骤与关键之处，不然就是问问阿吴。佛家号称法门84000个，方法很多，就代表其实没有固定的方法，这就是真理伟大与浩瀚之处。只要你真诚用心认真，把修行放在生命的第1顺位，只要你有这样强的意愿，每个方法都可找到真理，这是非常多元的，这挑战了人类的包容心。你需要打开自己的心胸，
真理无所不在，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因为画地自限只会让生命贫乏，而人们总是被自己的思想画地自限了。法门很多，阿吴知道很多修行者无所适从，所以我会提供几个比较有系统、比较适合现代人的法门。阿吴之后会从观音法门与白骨观开始来说明，开始带领大家怎么实修与要领。但由于是以视频方式呈现，内容可能没办法很完全与详细，我会带个头，让大家一开始可以比较容易的进入状况，可以得其要点。但大家如果认真练习，也需要一点时间，可能要1-2年的时间会稳定进入状况。有人可能更快，有人需要更久，所以我会先带领前半段，后面的阶段要等大家进度跟上了，再决定说明的时间。什么？你嫌1-2年太久？现代人就是讲求速度，1-2年可以慢慢进入定境，已经很快了。前提是你要观念正确，方法正确，并有决心，有意愿，肯把修行上在生命的第一位子，又认真练才会有成果。难道你要阿吴把你当傻子骗，说保证今天得定，明天开第3眼，后天悟道，只要你记得缴学费，这些都不是问题，最后还会得到我们认证的证书与金色钻石的称号哦，代表你道业有成，修行得果，晋升天人师，往后可以开班授课，继续吸收下线，拥有被动收入。哦，阿吴知道太多了，嘘。好啦，说回正题，这2个法门都是源于佛经。观音法门来自《楞严经》，是观世音菩萨介绍的法门，而白骨观来自《阐密要法经》，是佛陀介绍的方法。这是阿吴经过自身经验与多年观察人们后，万中选2的2个大法门。如果好好练，威力强大，特别殊胜。为什么现代人说理者多，实证者少？道理懂得很容易，实际要练出个成果，融汇在生活中却是如此困难。只因人们喜欢追逐光影色彩的绚丽，也习惯了各种灵性教学的美好感觉。阿吴没有说那样不好，但别忘了，修行一开始的主轴就是减法，减到最纯粹之后的一个反观才能悟空。而减法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有趣，这需要你停止下来，需要你心思敏感细腻去检视自己的感受与思想。现在的你只是一些思想回路与情绪漩涡的能量而已，而真正的你在哪儿呢？阿吴教这样的法门真是吃力不讨好啊，但我也不是来讨好大家的，阿吴只是来设下往真理的路标，那些有眼的人就会看到，而敲门的就会找到。再来说明人们常常搞不清楚的观念，觉醒与开悟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觉醒分为很多层次，很多人以为灵性觉醒就是开悟，这是名词上面的误解。如果你有很犟的厌离心，也可以称为觉醒。如果你因为修行变得平安喜乐，也是一种觉醒。如果你有很神奇的体验并伴随着很深的人生感悟，这也是觉醒。如果你开了所谓第3眼，也是觉醒。如果你昆达里尼的能量开启，也可以称为觉醒。如果你修行的正定，也是一种觉醒。但开悟也许会被称为真正的大觉醒。觉醒不等于开悟，还有几座山呢？但开悟是一种觉醒，这样有清楚了吗？不要搞混了，觉醒有很多等级，而开悟就是一种，当然悟道后还要悟后起修，这是之后的事了。很多人觉醒了就说自己开悟了，这是不对的。觉醒是一步步等级的提升，而悟道是一次深渊的跳跃，然后自我的消融成为了深渊，我无法带你进去。
我只能带你到门口，那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然而若真到了门口，最后一步你必须自己跳，每个人都要自己跳。如果好奇自己是否开悟，那就是没有。如果你想测试自己是否开悟，最简单的方法不是找谁认证，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佛经，看看是不是都懂了呢？现代人确实慢慢觉醒的有比较多了，这是因为时事的关系，和地球的渐渐转化也有关系。希望多一些人可以搭上这顺风车。这两个法门，也就是观音法门与白骨观，可以比较快的方式带现代人进入平静与定境。很多人也许没听过这两个方法，其中的原理与具体的步骤，还有需要知道的观念，我会再慢慢告诉大家。其实大部分的修行的具体步骤都很简单，修炼时的心思感觉细腻程度与精神集中度，和时时反观反省才是关键。当然，我还是会介绍一下其他方便法与能量的启蒙，和修行需要有的观念与新鲜好玩的事。下课喽，下次再见，拜拜。